居然有人要悬赏1000万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1小时前，刚下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同事小美的电话，让我赶紧上网搜索下自己的名字，有人在网上恶搞我。于是我赶忙回家，搜到了这么一篇悬赏贴，有人出1000万要在30日的0点之前杀掉我，甚至还把我的名字、田宇以及个人隐私曝光在网上。这难道是哪个无聊的人恶搞我吗？但不管怎样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，我不由得心里生出一阵恶寒，拿出电话，赶忙打给了男友。可电话响了很久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没办法，我又回拨了小美的电话，她也在尽力安慰着我，你别太在意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虽然我迎合着，但心里总是觉得毛毛的，这万一有人当真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帖子上有我所有的信息，我抱怨着跟小美讲，我男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短信也不回。听到这，小美还是仗义地说，等他20分钟，他这就来我家陪我。这时候时间已经是11点20，期间我并没有放弃给男友打电话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没人接。在时间到了11点40分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楼下一阵摩托车的声音，出于好奇，我拉开窗帘往楼下看去，只见一个男人昂着头朝我这边看来，我被那诡异的眼神惊到，赶忙关掉了所有灯，无助地躲在桌子下面，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。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小美，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接起了电话。可没想到听到小美颤抖的声音，小雨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但是我看到你家阳台上有一个奇怪的人影，你快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一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，也意识到家里肯定不能待了，我跌跌撞撞跑到了楼下，看到了在楼下等我的小美，来到她车上后，我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。阳台上真的有人影吗？是呀，还好你下来得快。下一瞬间，小美赶忙启动了车子，但顺着后视镜，我仿佛看到小美诡异的笑了。紧接着画面转到一个男人身上，男人叫高飞，是一个沉迷网游的宅男。晚上正准备倒垃圾的他，在垃圾桶上看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，找到3个道具来救出公主。再看到上面还有地图提示，高飞想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玩一玩。好奇到底在耍什么花样，高飞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，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钱包，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玛尼，心想着这下赚了。不过当他拿下钱包后，公交站牌上又发现了一个纸条，恭喜玩家获得了金币，并且继续附带了一个新地图，来到了下一个地址。高飞在公园的椅子上找到了一枚金戒指，纸条上的内容是恭喜玩家获得了魔法戒指。就这样，玩上瘾的高飞又找到了一把勇者之剑，其实就是一根撬棍，但这次地图上居然出现了公主的位置。既然都玩到这里了，那高飞自然不会放弃。顺着地图，他来到了公园的地下通道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蓝色的袋子，公主就在这里吗？于是高飞右手拿着撬棍打开了袋子，但下一瞬间，高飞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，眼前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。几乎是同时，在通道的另一头走来一个女人，还没等高飞解释，女人大喊杀人了，慌忙的逃跑并拨下了报警电话。高飞看着女人的背影，习惯性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可结果发现手上都是血，显然是撬棍上的血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拿出了钱包，看到里面的证件正是开头和同事走的田宇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发现一直有人盯着你家窗户，你会怎么应对？早上我拉开窗帘，突然发现楼下有个奇怪的男人，透过他木讷的眼神，我很快觉察到他在望着我。他想干嘛？这种被窥视的感觉真的让我反感。我怒视着他，好在他最后识趣的离开了。我没再多想，谨慎地锁好门去公司上班。一到公司，小美就跑过来告诉我昨晚发生的大事。听说咱小区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害了，凶手提前躲在衣柜里面，等主人晚上回来后侵犯并杀了她。咱们小区代入感太强，我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凶手会不会是早上那个奇怪的男人？我是不是被盯上了？果然在晚上回家时，透过身后的人影，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想起早上小美的话，瞬间汗毛竖起，我不敢回头，只能加快脚步跑到家，迅速反锁好房门。喘了好一会儿，我想着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，随后看到网页中一则信息，最新的实景地图已经上线，并且街道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。出于好奇，我也赶忙输入了自家的地址。在搜索完成后，屏幕中出现了家附近的场景，我顺着街道找到了自己的家。突然出现的画面让我不寒而栗，有个人正在望着我家。在把照片放大后，我发现那个人就是早上看到的男人。惊恐之下，我又拉开了窗帘，透过窗帘的缝隙朝窗外看去，果然那个奇怪男人还在窗外看着我。我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抖起来，
随后，这个男人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般，堂而皇之的迅速走进楼梯。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上楼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顺着猫眼向外望去，男人面无表情地停在门外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连续急促的门铃声之后，可能是见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于是便干脆敲起了门。我的心脏也在他一阵阵敲门声中提到了嗓子眼，双腿也不听使唤一样瘫倒在地。突然，门外的男人说话了：“你在吗？能开门吗？从前天开始，我注意到你家有点奇怪。你开下门，我来帮你看看。”听到这，我慌忙去抽屉里拿出了水果刀。我并不想具体听他讲什么，心里确信这个男人有问题。于是我冲着门外喊道：“我报警了，警察很快来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走。”果然，外面瞬间安静了很多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忙开始打电话报警，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照片，一边把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照片中男人所看的方向就是我家的阳台窗户，但是那里好像有个人。从体貌特征看，那不是我。难道说家里已经进来了人吗？我惊恐得不敢言语。下一瞬间，听到身后的柜门慢慢被打开，我意识到不对，起身刚想往门口跑，一个粗犷的手臂锁住了我的喉，同时我嘴上被用一块奇怪味道的手帕遮住。他拖着我往房间里面走，我尽全身的力气想挣开他的手臂，但丝毫没有用。到了卧室，我被重重地甩在了床上，他面色狰狞，充满猥琐。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我仿佛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躺在医院内，身旁的警察给我描述了经过。由于近期入室案件频发，市里的刑警早就对我们小区进行布控，而那个所谓在楼下偷窥和跟踪我的男人，其实就是警察。由于不确定我屋内嫌疑人的身份，所以才对我暗中监视保护。在我受迫害的前一刻，如同天神般救了我一命。多日的压力和紧张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，不争气地哭了起来。等我情绪平复些后，拿起手机开始看视频。这件事很快被报道了出来。下面有个评论：独居是女孩们的权利，而不是伤害她们的理由。我反手就点了个赞。直觉告诉我，家里肯定进来人了，因为我确定早晨走的时候马桶圈是放着的，但是现在它被人立了起来。我一直是独居，更是没有开马桶圈的习惯。惊慌之余，我赶忙给闺蜜小美打了电话，小声说道：“小美，我家里好像有人进来过。”我颤颤巍巍地跟她说了一番我的推论。小雨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我现在就来找你。小美胆子比我大很多，她很仗义地准备来陪我。我也有想过报警，可总不能因为家里的马桶盖被立了起来就报警吧？警察也不会相信的，除非有证据证明家里真的进了变态。没过多久，小美来了，因为她的安慰，我也放松了很多。可能真的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。随后我便准备洗漱，想着晚点跟小美一起追剧。当我走进卫生间后，我突然发现更诡异的事情，牙刷是湿的。我盯着牙刷紧皱眉头，这种东西都是早晨用完后就不会再动了吧？这是不是说明不久前有人动过它？可小美来到我家之后也没有进过卫生间，那会是谁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手里的牙刷也掉到了地上。小美听到动静走了过来：“小雨，你怎么了？这家里肯定进了变态了。”我红了眼眶，浑身发抖，看着小美：“你说他会不会还没走？”我轻声说着。小美被我此刻的模样吓得一激灵，轻声说道：“小雨，那这样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屋子里，如果真有人，我们一棍子打下去。”我们开始在屋内地毯式搜索，地方不大，很快就搜索完了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样，我们先装好监控，如果真的录到了什么，那就有证据报警了。于是隔天，小美就帮我在家安装了监控设备，要是真拍到了，就更可怕了。小美下意识看向我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听到小美的话，我更是不敢多想了。检查完监控没问题，便赶忙去上班。晚上因为下班的晚，回家时天已经黑了。小美因为被男友求婚，抱歉地跟我说她今天来不了，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回家。打开家门，我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被动过手脚，再接着便开始查看监控器的视频。看到从早上8点半安装好监控设备后，房间内就没进过人，所以我便开始一直的快进。当我要快进到自己下班前时，都没看到人，不由得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监控中有情况了，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我的家。进屋后，那男人就拿着我的东西开始一阵闻，之后还想翻看我的电脑。就是这时，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，他匆忙地躲进了旁边的衣柜中。下一瞬间，房间内的灯亮了，我进屋了。看到这，我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，有些惊恐地看向自己旁边的衣柜。没有意外的情况下，此刻那个变态就在里面蹲着。深夜，我浏览网页的时候，
突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帖子。我杀人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出于好奇，我点了进去，贴主是匿名发布的。紧接着看到了下面一群吃瓜网友的回复：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贴主你真搞笑，你怕不是自己在做梦吧？显然大家把这个帖子当作玩笑，这其中也包括我，抱着陪他玩玩的心情给他回复了。先尽可能的把尸体切成小块，加油哦！随着我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让我找到了好的学习资料。爱学习的我准备潜心研究一番，那么这一夜注定无眠了。隔天下班比较早，在吃泡面的时候，我又好奇的点开了那个帖子，想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更有趣的回复。谢谢你的回复，我买了电锯，在浴缸里把尸体切碎了，居然也不怎么出血，你可以继续帮我吗？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是以为这个人蛮搞笑的，所以就继续回复道：把碎块包装好再分散丢掉就好了。然而隔天我就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回复：今天早上把右腿扔了，完全没有被发现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，甚至有些害怕了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可其他的吧友还是觉得是贴主的恶作剧，都在嘲讽的回复。这样的结果就是逼得贴主做了回应。看来你们都不相信我。今晚我把证据放在庆春公园的地下通道里，请确认。但是有没有人敢去验证就是后话了。庆春公园，这不就是我家旁边的那个公园吗？我有些好奇贴主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，刚好贴主所给的地址离家不远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当晚的凌晨3点，我便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公园，来到了地下通道，一眼望去，通道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，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黑色包裹。我愣在原地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脑子里浮现出包裹里血腥的一幕，可内心的好奇还是战胜了恐惧。我缓慢地拉开包裹的拉链，随着拉链一点点的撑开，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血腥的尸块，而是一个摄像机。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，妈的，果然是被耍了。随后我便开始观察着摄像机，发现红灯闪烁，这明显是开机状态，镜头也是在对着我。就这样，在隔天，一篇标题为恐怖，摄像机拍到的震惊瞬间，视频火遍了各大网站。再点进去，你会看到提示：心脏不好的人谨慎观看。随后画面开始倒计时，接着男人就出现在了画面中。只不过就在他好奇的瞬间，身后突然出现一把刀子，扎进了男人的脖子，男人死了。然后画面一转，一个标题为我杀人了，内容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帖子发到了网站上。当他发完问题，镜头缓缓上移，使得我们看清了这个发问题的人，他正是小雨，而要处理的尸体也正是藏在他衣柜里的变态。我躲在衣柜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小姐，您觉得房子还算满意吧？我听见那个男人开口了，相当满意。女人答道：现在房租这么便宜的，真是不多了。毕竟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必收那么多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看到了那男人的脸，相貌平平，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不过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焦虑。我听说这附近经常有小偷光顾啊。我心中一惊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该死，这女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啊。这倒是不假，我们这管理的也不好，无业闲散人士也多，没办法呀。男人叹道。男人的声音刚响起，忽然又停住，似乎变得有些不安。小姐，咱们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女人疑惑地发问。小姐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带着一丝颤抖。听见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终于走了。短短20分钟，如同世纪般漫长，我的全身上下都已被冷汗浸透。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小偷，而我是本应接见那个女人的房东。我有些眩晕。关于那个男人，我早就见过了，是个偷盗的老手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摸到我家。就在20分钟前，我在卧室里刚要午睡，却隐约听见一些响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男人正翻着我家的东西，手上拿着一把尖刀。他没有收获，转身朝我的房间里走来。我险些叫出声，好在他没看见我，我便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应该观察我很久了，他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不在家，可我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这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就在那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那男人的脚步声停了，紧接着便去门口问道：是哪位？啊，我是要租房子的那个呀，昨天咱们还联系了呀。一个年龄不大的女生响起。我没想到那个小偷竟然顺理成章地演了一出戏，真是荒诞可笑。谁让我和那姑娘没见过面呢？我掏出手机打算报警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男人会不会对女孩不利。可我又想起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等姑娘走后便将我家里洗劫一空，为何突然就要出去？大街上，李先生，刚才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把我拽出去了？女人不解道。
男人还没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喘了几口气。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女人仍是不解。那个茶几上有一把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颤抖。手术刀和铁钳又怎么了呢？那不是你家的吗？不，你难道没听过最近的那些案件吗？近日有4起女性被杀事件，被害人的脖子被割破，随即又被凶手剥下脸皮，手指被铁钳生生扭断。女人想起了这条报道，被害人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先是入室潜伏，待时机成熟对被害人施虐。男人皱起眉头，凶器是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忽然想起自己撬开防盗门之前，发现防盗门似乎就有被撬过的痕迹。难道是……我擦了擦汗，打算推开衣柜门走出去，忽然怔住。刚才因为过于紧张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2个人的对话上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为了躲避小偷，才急忙躲进了这里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现在我却有了些感觉，衣柜里并没有多少衣服，空间也较为充足，可我感到很拥挤，就像多了一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此时除了我的心跳声以外，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微弱呼吸声。我朝右手边望去，黑暗中隐约看见一张脸，仿佛在朝我笑，笑得很诡异。你以后洗澡注意点，把门窗都关好。我刚从浴室出来，正用毛巾擦头发，就收到了同事发过来的消息，以及一张照片。什么玩意儿？没头没尾的，什么意思？对方很快就回复了，只有一句话：你们那层楼有变态。我更疑惑了，这才点开那张图片仔细看了一遍，放大了2倍之后，才分辨出图片里那是个人扒在我宿舍的浴室窗户上，果真有变态。这谁拍的？什么时候？2条消息发出去，石沉大海。我没了耐心，索性一个电话拨过去，同事很快接起来，但却压着嗓子说话：喂，我宿舍有人，没看见你的消息。我开门见山：你那照片哪来的？那个呀，别人发给我的，就刚才。我认出是你那屋，想着提醒你一声，你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？老子一个男的也是。同事沉默了一会，才接着说：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这年头连男的都不安全了，你要小心啊。电话挂断，我又把那张照片看了好几遍，虽然画质渣，但依旧能看出是一个男人，就站在阳台边缘，探头往浴室窗户里看，可不就是在偷窥？南方到了晚上，天气依旧闷热，所以我洗完澡只穿了条短裤，但现在却觉得一阵恶寒。这都什么事？哪个狗日的敢扒人窗户？别叫老子抓住！我把图片放大，可拍的实在模糊，又是个背影，根本分辨不出画面里的人是谁。除了一肚子火气之外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我随手找了件短袖套上，完事还是觉得不舒服，又翻出一条长裤换了，烦躁的往床上一躺，脑子里还是绕不开这件事，只能打开手机看球赛。本想转移注意力，却忽然想起一件事：我半个月前才入职，当时因为宿舍分配出问题，还住了3天酒店，是物业管理那头出的错，把206和602的钥匙弄混了。原本该住在2楼的女同事错拿了我的钥匙，那姑娘比我早到1周，叫王希。她拿了钥匙之后问都没问，发现2楼206房门打不开，就直接循着钥匙上的编号，提着行李上了6楼。还是等我到公司入职去找物业，这才知道闹了乌龙。可公司那边的登记不好更改，水电费结算都跟工资卡绑着，重新修改太麻烦，最好我俩之间调换。我看他一个人不方便，就主动帮他搬家，从6楼换到2楼，一来二去也熟了起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有没有可能我俩换了房间，可那个偷窥的人却不知道？他跟往常一样听到水声过来扒浴室窗户，却没想到里面换了人。毕竟他那熟络的姿势，恐怕也不是第一次。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真是个人渣。没想到公司宿舍还住着这种人。我拿起手机，本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王希，可转念想想又怕吓到他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正纠结着，电话响了，我看到来电提示，确实一愣，是王希打来的。他难道知道了什么？我犹豫着接起电话，喂。对面的人立刻出声：李平，我也不想麻烦你，但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刚刚有人在敲我的门，特别大声，我不敢开门。他声音发抖，带了哭腔。我皱眉，立刻联想了到那个动作猥琐的偷窥男。你别开门，就在房间里等着。我这就下楼，也来不及换衣服，踩着拖鞋就出了门，用最快的速度往2楼跑。声控灯亮了一路，可拐进2楼楼道之后，却发现根本没人。206门口也空空如也，难道是走了？我怕敲门声吓到王希，索性打电话叫他开门。喂，他压着嗓子跟我说话，小心翼翼。我放缓语气，安抚道：我在你门外了，没有人，你别担心，估计是谁走错了。可我话还没说完，低头却发现地上有东西，像是一张纸，被顺着门缝塞进屋里头，只有边角露在外面。我预感不好，没继续说下去。你先开门。好，我过来了。电话挂断之后，206的门从里面被推开，王希穿着睡衣，头发胡乱披着，眼眶发红，模样有些狼狈。看样他是睡着之后被吵醒的，估计吓得不轻。他没敢走出门，畏缩的往楼道两边看，发现确实没人之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哑着嗓子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我摇头表示不客气，蹲下身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，是一张被折起来的白纸。他看到之后也一愣，这是什么？不是你的？他摇头，不是，是不是风吹进来的？这几天风大。我没说话，低头展开了手上的纸条，发现最里边那一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：妹妹搬家了呀。
我面上一沉，这还真不是风吹的。王希浩旗纸上写了什么？要接过去看。我赶紧把纸条揉成一团，避开他的动作。他半夜被人敲门，已经吓得够呛，要是再看到纸条上的内容，恐怕更难接受。没什么，小广告。他狐疑地打量我，明显不信宿舍楼道里会有小广告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不擅长撒谎，索性转移话题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房间不太安全，今晚要不先跟其他女同事挤挤。他盯着我半天才说话。李萍，你别瞒着我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心里才有底，才能有所防范，否则更容易胡思乱想。我一时语塞，但他说的对，作为当事人，他有权知道情况。我叹了口气，把纸条递到他手里，还有我洗完澡之后收到的那张照片也找出来给他看。我也不是故意瞒着你，主要是怕你被吓到。浴室、爬窗、威胁信，这些线索足以勾勒出一个躲在暗处偷窥的猥琐形象。他翻完聊天记录，把手机还给我，哑着嗓子说：“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些内容转发给我一份？”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要怎么做？当然是抓到他。这个人敢这样，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不能就这么放着。因为颤抖，他说话都磕磕巴巴的，但我听懂了。6楼不算高层，但也在半空，一旦摔下去，就算不死也会残废。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这人就敢冒着这样的风险扒窗偷窥，说明他的猥琐变态已经到了不要命的程度。王希死攥着那张纸条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我叹了口气，劝说：“你先别怕，肯定能抓到那个人，别太担心。”可这不是废话吗？发生这种事，她一个女孩怎么能不怕？我收了声，盯着照片里那个猥琐的背影，攒了满肚子脏话。电话忽然响了。凌晨3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你叫的代驾到了。这通电话一下让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了起来，紧紧盯着黑漆漆的房门，没人敲门，但电话另头又传来了声音：“你的代驾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将车钥匙给我。”我迅速地将电话挂断了，脑海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代驾的事情。可昨天晚上只是在外面和朋友喝了些酒，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感叹自己有车子，但是喝了酒开不了的痛苦，之后便自己走了回来，再然后便记不清了，只感觉脑袋晕沉沉的。我壮着胆静悄悄地走到了门前，透过猫眼往外看去，果然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黑色高领便衣、头戴鸭舌帽、嘴上戴着口罩的男人，看着正出神。门口那男人突然的靠近猫眼：“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”我吓得一激灵，手上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，在宁静的夜晚中显得格外的刺耳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回应道：“你走吧，我现在不需要了。”有病！男人骂道。过了片刻，在猫眼中便看不到那男人的身影了。我回到了床上，心中还是一阵心悸，到底是谁帮我点的代驾呢？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？在自我猜忌中，我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，可却是一无所获。我愈发的感觉到事情的严重，索性便打算去朋友家住。也是因为凌晨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产生了不安。小丽来了，我快速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。小丽看着我收拾的这么快，随口说道：“收拾的这么快，田姨，你该不会是和你新交的男朋友吵架了吧？”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我下意识地回答道：“就是昨天你喝醉酒把你送回去的那个男的，还别说长得倒是蛮好看。”田姨，你真有眼光。小丽还没有说完，我就已经愣在原地了。男朋友？昨天把我送回家的。我昨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吗？我的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。昨天居然有个陌生的男人送我回家，那他会不会趁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？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小丽看着我有着惊恐的表情，也多多少少意识到了。田姨，田姨。小丽将我唤醒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我没有正面的回答他，只是愈发的焦急，甚至有一丝眼泪在打滚。小丽，你别问了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快点去你家里好吗？小丽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也没有多说，便和我一起来到了地下室中的停车场里。小丽开车带着我来到了收费口，看了我一眼，可我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忘记在家中的鞋架上了。我慌了，这代表着我要重新回到那个家中拿手机。我有些惊恐的看了看小丽，我手机忘记拿了，钱都在那个上面。那你去拿呀，愣着干啥？小丽似乎看出来我的犹豫，便说道：“要是你能开车的话，我就帮你去拿，毕竟我们已经排队马上要过停车场出口了，后面还有车子。”想到这里，我也没有再多说，只身一人就回到了家的楼下。我在心中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是开门拿手机，然后就离开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家在12楼，我点开马上关闭的电梯，应声打开，里面还有着一个长相秀气的男人。不过我现在并没有心情去欣赏，只是按下了12层的按钮，而那个男人按下的是13层的按钮。正在我心中疑惑什么时候13楼还有这样一个帅哥时，电梯依然来到了12层。我忐忑地来到了门口，并反复在心中消除自己的恐惧。打开门，由于现在是晚上，屋内漆黑黑的，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异样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正想顺手抄起鞋架上的手机时，突然我感觉到脖颈有一阵火辣的疼痛感，紧接着就是强烈的窒息感传遍全身，血涌上脑。我惊慌的想要挣扎大喊，可是嘴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我身体一软，意识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来后，身体的疼痛感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。我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这是在我的家中，我被紧紧地绑了起来，身体动不了了。你终于醒了。黑暗中突然出现的身影让我的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身穿高领黑色便衣、鸭舌帽加口罩，是那个代驾。看清后，我的瞳孔也不由一震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罪的？我恼怒地说道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那黑衣男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：“现在你的命在我的手上，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”我身体一僵，我本是打算先拖住他，等到小丽发现事情不对劲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故作镇定：“你打算干什么？”
黑衣男冷冷地笑出声来，随后双手抱着头开始失声大笑起来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。我的脸色也愈发的难看了起来。我不怕被绑架，但我怕绑架我的人是个疯子。在我惊恐时，黑衣男说了一句令我琢磨不透的话：只有杀你们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。近乎疯狂的语气，他朝着我走来了，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菜刀，在我的惊呼中朝我砍了下来。和想象的不同，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，只是感觉身体异常的疲惫。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你的代价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的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那黑衣男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而我此时却回到了床上。你的代价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之前杀了我的黑衣男不见了，而我此时已经回到了床上，我没死。就在我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时，电话那头又重复了一遍：你的代价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把车钥匙给我。那熟悉的声音让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我看向手机，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却被标注为代驾。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感到疑惑，我站起身走到了漆黑的门口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，还是那个身穿高领黑色便衣、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我又回到了凌晨3点？我抱着疑问拿起了手机，果然上面显示着凌晨3点。我只感觉一阵恍惚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的心跳骤然提升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交代价。有病！男人骂道。我开始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那个时间点上，在惊恐之余，我想到了之前小丽对我说的话，这个男人进过我的家。我立马紧锁房门，坐在床上惊恐地等待着天亮。第二天，我便联系了开锁公司，将我的门锁换了一个，并且提前就收拾好了我的行李。在没有提前说的情况下，我一个人打车来到了小丽家。敲门之后，小丽便很快就开门了，只是看到了我有些惊讶。很快到了夜晚，我迷迷糊糊之中好像听见了小丽下床的动静，没有多想，我再次沉睡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周围飘来一阵阵浓雾，把我呛醒，映入眼前的便是一片火海。我发现小丽并不在这里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可见度急剧的下降。我想逃离这里，可所有的去路都被封锁了起来。我瞬间慌张地蹲在了地上，很快我清晰地感受到来自每一寸肌肤的撕裂感，随即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了之后，我又回到了那天凌晨。你的代价到了。无尽的轮回让我崩溃了，心力交瘁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。鬼使神差的我拿上了厨房的菜刀，打开了门。门外那黑衣男见到我明显愣了一下，显得很意外。我眼神空洞地看着黑衣男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没有犹豫，我抬起拿刀的手重重地砍了下去。在黑衣男的一声尖叫中，他死死地倒在了地上。看着倒在地上没有动静的黑衣男，我一直悬挂的心终于舒缓了几分。这一晚我睡得很香，但还没有迎来白昼的黎明，便感到眼前有着一阵火光。我嘶吼地大叫着，任由火势蔓延至全身，仿佛感受不到痛觉一般。我带着焦黑的皮肤跑到了电梯口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小丽。他正拿着一罐红色的油桶朝着安全出口走去，像是感受到了我的注视，他回过头来与我对视，原先冷漠的神情变得惊恐，也不顾手上的油桶转身就跑。他想杀了我。我脑海里的小人不断地述说着，我只感觉脑袋要炸了一样。够了！我怒吼出声，眼中也彻底的红了起来，拿上了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菜刀。我大步地朝着小丽的方向走去，一刀落下。我看着她定格在那煞白脸上恐惧的表情，我放声大笑，随即眼前一黑，身体软倒在地。我再一次陷入黑暗，而这次时间变得格外的漫长。当意识逐渐被唤醒时，我只看见了一个人影站在我的面前，是一个身穿白色大褂的女生，大褂紧紧地将全身包裹，好像只有头是裸露出来的，而她此时正在看着我。你终于醒了，黑衣。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但很快我便愣在了原地。黑衣。黑衣是谁？是那个代驾吗？他为什么会叫那个代驾的名字？我的大脑要炸了，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。突然，我猛掐住她的喉咙，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决然。她像是没有想到我会这样，就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。她痛苦地哽咽着什么，像是在说什么话，但我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。为什么要叫我黑衣的名字？为什么要叫我一个杀人凶手的名字？我狂躁地大喊道，但这几声似乎引动了什么。在我面前的大门突然打开，从外面走进了一个长相偏老的老者，同样是紧紧穿着白色大褂。他看着我，田姨，你不要激动，他并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先把他给放下来，我就告诉你在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老者沉声道。我思考了片刻，还是将他放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心软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即将掐死他的瞬间，我似乎也看到了死亡，而那种感觉随着我将他放开，正在衰减。女人费了好半天才缓过气来，老者将他带到自己的身后，转向我说道，田姨，你其实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而你患有的是多重人格症和被害妄想症，你身上有着数名人格，相信你在刚刚治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，这种症状往往会在你的身上不定期的转换人格，也许现在你是田姨，但下一刻你也有可能是黑衣。现在你的情况药物根本不能改善，所以为了保护你和其他人的安全，迫不得已只能将你关在这里接受治疗。那老者看着我说话像是带着魔力般，我看着他有些失神了，似乎在我的心里对这个老者就有着莫名的尊敬。我平静地点了点头。老者见我不再狂躁，并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白色药物，这个是帮助你治疗的药物，你将它吃了就好。说完，老者将药物递到了我的手上，我犹豫一会儿，还是将那颗药物吞了下去。很快我就感觉到眼皮传来的重量，全身都使不上力气，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眼前的两人，视线首先从我的身上那白蓝相间的病符划过，再到了那老者和女人拖鞋处，紧接着是白色大褂下的一丝蓝色的条纹。
最后视线移到了两人充满笑容的脸上，嗤嗤，脑中一阵电流声穿过，我陷入了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意识在黑暗中被一阵细小的声音吸引，随着距离的加近而变响。终于我听清了，你的代价到了。你不要过来。每当我看清那女鬼的脸是于小神后，都会在这一刻惊喜。那真实的感觉，仿佛那个躲在床底下的女孩就是我。3年以来，总是重复的这个诡异的梦魇，简直折磨得我不行。于小神其实并不叫这个名字，她本名叫做于小青，只不过她平时神神叨叨的，宿舍的人就都叫她于小神这个混名罢了。她除了喜欢喂养一只青色的小蛇作为宠物外，最诡异的是她还偶尔在半夜突然坐起来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原先我只以为这是她有梦游的毛病而已，直到有一次，我夜里团在被窝里拿着手机看麻吉先生的视频，很晚都没睡，突然见她坐起来，好像在跟人对话。你问我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，反正你也就这几天了，毕竟5楼也不低了。这一次我很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对话，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直到3天后的凌晨2点，我们学校突然出了大事，住在我们这一栋5楼的一个女生，半夜从楼上一跃而下，当场身亡。这个女生跳楼的时候很诡异，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叫声。这几天整个宿舍楼的同学都很害怕，直到我一个同乡住在跳楼的那个女生隔壁，她无意间跟我说，那个女生跳楼前的几个晚上，经常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上，看着楼下一动不动。有人问她怎么了，她总是用一副平静无比的语气问别人，你说从5楼跳下去之后会怎么样？这语气中还带着一点点好奇，让听到这句话的人毛骨悚然。不管听到这句话的人有没有回答他都会自言自语地说一句，有人跟我说了，他让我试一试。据说他走出宿舍跳楼之前，被同宿舍的一个女孩看到了，还问他这么晚了，你出去干嘛？这个女生回头笑了笑，没什么，我出去跟一个朋友聊聊天。听到这句话，我顿时感觉背脊一阵发凉，头皮好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，因为这让我想到了于小神那天晚上的梦话，难道是他在跟这个跳楼的女生在对话？从此之后，我就有些害怕于小神了。哪怕宿舍里其他同学都因为于小神的神神叨叨，或多或少的都在排挤他，我一直都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从来不敢得罪他。那个跳楼的女同学穿的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最后学校和官方的调查结果是，那个女同学因为跟男朋友谈恋爱，她家里人极力反对，还非要她回去和别人结婚，并且因为这个矛盾，家里人也不供应她读书了。她也要求跟那个男朋友私奔，可是她男朋友拒绝了她。她因为受不了家庭的压力，又想到自己想托付终身的人也不支持她，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。我没有见过那个女生的死状，可是我总是不自觉地想，她就是出现在我梦里面的那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鬼。至于于小神，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出现在我的生活轨迹当中。当然，我们同宿舍的其他几个人也在这3年中陆陆续续的出事，他们的结局都不怎么好。我只是不断的做着这个恐怖的梦，结局或许已经算是不错了，只不过这个梦的结尾一直在改变。要知道，这个梦一开始的时候，视频里面的他，或者说是我，是没有被这个女鬼找到的，一次次的都结束在女鬼那消失在走廊的恐怖走路声。我会被一股莫名的窒息感憋醒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这个梦魇为什么会一直缠绕着我？那现在梦里的我被找到了，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